一個人的問題，就是媽常常會忘記開麥克風，常常會各種樣子抱怨。上一次也沒開麥克風，上次也沒開就忘記了嘛。幹，因為手就那一個，我還要照顧這一個人，然後我還要在那邊調來調去。對，殘障。目前差一點點就可以去申請那個。我現在可以請重大傷病卡。對，那個補貼。只是我在3個月前講過一件事。我看到人家停車位有那種殘障識別證，很想要掛，好羨慕。我說人生願望想要有一個。他媽，我不知道幸福來的那麼突然。太幸福太突然了，而且幸福來的突然之下，林嘉欣又精密計算一下，但是。金錢豹沒有殘障停車位啊，所以不太用得到啊。他殘障還沒有折扣，對啊，也沒有折扣，是媽給你折扣嘞！幹那小姐是賺什麼？小姐炒股需要收實價、啊，然後這個焦距又跑掉啊。對，因為網友經常抱怨說，幹你鏡頭怎麼那麼爛？我說第一個，媽我們錢少、啊，買不起好鏡頭。第二個嘞，他那個鏡頭以前都是對一個人的，所以我們現在只有2個人，這個就沒有辦法對，他就不知道對誰。好，這個伊娃利又問說，新的攝護腺治療可以吃低劑量的西力士，要幫阿修準備一盒嗎？阿修現在的問題是耳朵包皮破了，為什麼？所以為什麼這他媽的攝護腺我沒問題，為什麼到現在？那麼因為都他弄出來了，網絡謠言。對，Mr. 劉建議說，金錢豹大門被圍起來了，是不是那個逃稅的問題啊？哪有被圍起來？我不知道他講了嗎？隔天還去啊？你隔天還去是吧？沒有啦。等，那個八卦我跟你講，還有八卦，那私下講不要公開。對，那你就等一下再說嘛。紅眼就是禍水。那你不要說，你去問那個郭董啊，紅顏禍水嘞。好，來，今天呢是2026年，等一下，媽的，他放我太多次鳥，導致我的時間寫的不準。2026年7月4號中午，對，晚上是美國國際6月要來考到7月，不是他原來是6月要來，結果我的那個直播腳本一直改。好，現在是2026年7月4號中午，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天價芒果煙火秀，然後外銷法國到底是怎麼樣？而且最近呢，食安問題又跑出來了，還有這個油到底會怎麼樣？然後還有狗食到底可不可以吃？就跟林嘉欣專精的狗食研究，就是譬如說五熊可不可以喝啤酒之類的，這就他專業。拉法葉百貨啦，鳳梨世家啦，養套沙、太麻里啦，廣西雲南呢，都有。因為今天還要講那個鳳梨世家。就是跟你一樣，一個喜歡去隆亨，一個喜歡去金錢豹的好友梁先生。對，梁先生後來都去招待所了，所以你各位再拍不到了，好吧？招待所說800年沒去酒店，他都在招待所，哪去酒店？人家都在招待所，招待所後來那個小姐都可以外送來，那他們自己也都習慣了，對不對？就是有專人開車載，我都還沒有車嘞，媽，他們有車載。上次不是在哪個招待所被拍到？不是，他是從招待所出來，不對，好像就隆亨啊，不是招待所，我記得招待所，不，那是另外一個招待所啊，那是後來的某一個跟大老闆吃飯招待所。他最早的時候成名是從隆亨坐車出來，然後回到一個小公寓。你記不記得有一次我錄完你，我隔天跟你說，我遇到誰，你知道嗎？你是說在那個地下室？我們剛好都從地下室走上来。地下室上8樓是吧？好，各位。那個，我們今天還有定場詩，叫1000元1顆送巴黎，產地無人問價低，補貼砸成風光帳，4噸煙花照哲尼，西晉當年稱活路，今朝反手罵仇夷，豬舍翻身平姓氏，田間老漢淚空體呀！來，我們先講芒果。你哪裡想過來這些？我就是把今天你能講東西整理一下。如果不是因為那當初是5天前寫的，還會有食用油致癌，還會有這個一國最高元首吃狗食這些事情，這個帶我都可以聊，都可以聊。泰德，謝謝你抖了一個寶石對，他去外面抽煙被拍到了。誰？你好朋友啊？他是去招待所外面。對，對，那就抽，所以這個沒辦法。
好不好？我不准你這樣罵梁文傑，幹蔡志誠你在幹什麼？是不是可以說他是唬爛中國走狗？什麼太讓人美？對呀、太讓人失望了。你怎么可以這樣罵梁文傑呢？對呀、梁文傑你這樣不開心，梁文傑老婆會不開心。他去澳門，你有沒有當走狗？對呀、他是在那邊當狗啊，好。我不知道有沒有舔這我不知道啊。奶油犬可能会做很多事情。小美01說：“哎呀，加油！這個壞掉龍酒時矜持買不到的卡林科冷凍青花菜單人阿爾巴老豬兵，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。請問老豬及加薪祝福打氣，謝謝。兒子不回國，人家當然裝原校長開刀，後面事情還很多，等着玩嘞，懂的就懂啊，不是啊，校長是他老婆啦，校長他老婆不是袁先生吶。Mr. 劉建一說：“認真提問，1983年次的摄政王嘉興哥如何看待對岸收緊 ECFA 早收清單範圍？沒有問題，等一下沒有問題，等一下都會講，都會講。右上方為什麼寫7月2號呢？因為這個人放鳥放了2次，從6月多，我本來以為7月2號一定可以的，因為再怎麼樣，人皆有廉恥之心，但沒想到沒有。幹，我特別提早說，不要忘記今天啊！他說：“幹，我帶女兒人在南部我根本忘記這件事情。後來還傳了一個妹子的大腿的照片。我想你傳這個幹嘛？”他說：“那是因為我昨天喝大了，所以沒辦法，所以忘了。”然後我女兒昨天有提醒我，你今天要去台北哦。對，你今天要來哦，你不要。然後你20分鐘前才傳給我說要記得。那所以有記得，有記得。我昨天就傳了，跟你講都又記得了，幹跟帶小孩一樣，媽的！我乖乖開車上來。好，那好，我們先講，好不好？我們先暫時不講其他的什麼狗食啦，什麼台啤最近怎麼搞？我們專業一點，先講芒果，專業的菜農，請問芒果的狀況是怎麼樣？今年今年無論是芒果或者荔枝。或者未來龍眼，其實老實講都盛產，因為荔枝也盛產。今年全部一定。但我今年吃很少荔枝我想說媽，荔枝是不是太這個不夠，所以不敢買？今年都盛產，所以都過多，都提高2-3成產量。那台灣市場就那麼大，多個2-3成一定都崩盤。去年有些水果貴，是因為冬天那時候它開花的時候有寒害，那今年完全沒有。今年到前個月才有雨水嘛，所以。結果開花的時間它都沒有受到傷害，所以給你的水果是盛產，這是沒問題的。那盛產最多的當然是台南、屏東、高雄。以芒果為例啦，那這些農業縣市長像黃偉哲，2個月前就大肆吹噓說他外銷到歐洲首航，比如說歐盟，走進歐盟、荷蘭或者去哪，你就身上帶一顆，然後坐飛機過去。但我們就已經戳破他。鬼扯，因為我有個好朋友，他在大概7-8年前、10年前，他就已經帶一大堆民間業者自己跑到歐洲去，通過檢疫啦，通過一連串的冷鏈。幹我放大看才發現，媽桌上有檳榔嘞！幹他們中部人真的是這樣子。沒這個，我跟你講，這個腿不能看，是不是？可以了，有我已經放大了。這看起來好像我的腿啊，我的腿也不錯啊。這我跟你講，怎麼樣？不是，我們要認真講話，你不要扯開了。不是媽幹，劉建一說有腿不分享，真是不行。不是，台中的妹子還是一樣好了。真的這我不知道。就腿長膚白膚白好。好，膚白貌美大長腿对。來繼續，就是你台南那邊呢，他也這個你也幫他拆穿了一下，說到底是怎麼樣？你要了解台灣人喜歡吃的東西，像咱的往來，像咱很多水果，其實歐洲人不一定知道怎麼食用，不會吃，不習慣，也不習慣，也不一定要吃。比如說我們的鳳梨，為什麼沒辦法？外面那麼多刺，對，長時間保存，因為我們鳳梨就多汁，然後甜度高，所以它易腐爛、易腐壞，很容易過手啊，也不容易運輸，船運一定不行，所以一定要走空運。那走空運1公斤現在的運費至少400多塊新台幣。那400多塊新台幣，老實講，你山下的山地1公斤才幾塊呢？你用了400多塊運輸了，然後再補貼80-90塊給業者，業者為什麼心甘情願幫你去做這一種行銷？那就跟9把刀拍電影拿到了1億5千萬補助就賺了，他一張票賣不出去，他也賺，他也是賺。所以
業者，我們這動機就很奇怪，為什麼你對其他農產品沒有這樣的外銷補助，只針對這個芒果，我們就回歸來才發現說，原來這家公司其實子公司而已，突然營業暴增，申請這種農產品外銷，但你事實上回歸看他們本業是在拿預算做公關案的，是種公關行銷的行為，所以你剛講了。5棟10棟山亞前進法國能改變台灣產地的價格嗎？如果講的那麼好，沒有辦法啊。那產地價應該供不應求，已經瘋搶，拍賣價已經節節上升。那你很明顯看山亞，這山地現在是動作啊，股賽的小坑裡啊，真的啊，到處路上那 B 級果沒錯，到處都賣什麼1顆10塊，一顆3顆50塊，類似這一種。那誰先做？我還不講擦臉呢。差點用的芒果其實不好吃不好吃哦，次級品，老實講都沒有人次級品，但你的標榜前陣子我記得他好像標榜1顆10塊，然後壓垮市場，最後一根稻草，就真的是這樣。那台南市政府搞得那麼風光，前進法國啦，或者誰屏東也好，也要外銷怎樣，到哪都可以。我們當然知道是屏東某家合作社去做的，對啊，人家貼錢啊，對，貼錢去做。但貼錢去做的代價有沒有反向讓我們市場熱絡起來？沒有，沒有，所以我們才期望說，這個有正機會，真的有一條活水啦。它建立了一條通路。你該給這些芒果，尤其台灣的愛文芒果，其實老實講，在大陸吃到芒果，它的風味沒像愛文這麼好。目前在海南啊或者雲南種植的，的確老實講。品質上還達不到台灣這種品質，包括很濃醇，你知道。往來是 K 嘛，講鳳梨世家也一樣，我都吃過啊，但就差台灣有一截，包括它的品管包裝的確有差，所以台灣還是有高單價精緻的鳳梨世家跟芒果，其實可以前進去大陸。對，那對農民那也很簡單，你不要扣上紅帽子嘛。那有錢賺為什麼不賺呢？他媽，我今年的花就結了，果就結了，就摘了，我不賣。我還說未來會進入這是統戰雷網或怎樣，直接扣帽子，那農民這些芒果要放在田底爛掉嗎？沒，就通通。我跟你講，你知道現在的農民哦，媽真的很多順民，沒有民進黨帶，農民就不會幹事兒了。以前的農民呢，如果有人敢像梁文傑一樣，覺得帶有幹了，都沒有人要吃，都是對岸吃的話，梁文傑明天早上起來自己就被埋在鳳梨世家堆裡面的。連林楚英也一起被埋在裡面，為什麼農民就會去丟包圍？這我覺得在野黨只是都淪為說在網絡上、媒體上、新聞上的叫罵，應該要實際上操作的是抗爭。但在野黨這一塊的確很弱。你像有一次我520去抗爭，那在野黨是有人是建議不要去，甚至是一直拜託。他拜託，干他屁事！他又不會執政，不想在520那一天激怒賴清德，這的確是有我親眼所聞，接受這種肯托，但我不甩他嘛，你甩他幹嘛？你做對的事，幹對的事，你何必在意賴清德校長開不開心？這跟芒果一樣，校長本來也都不會開心，校長你跪着舔他，他也不開心。那你不如就做你想做的事。所以我在看這芒果跟鳳梨世家，其實對我而言，包括茶葉都一樣。包括屏東的石斑魚都一樣，那都農業的一環。那你說大陸當然有政治因素，所以導致當初的檢疫嚴格去看待，當然有。那這方面是不是政府你就要變相去努力，不是一昧的刺激？比如說很多國家的關稅，我們的水果關稅一樣是高，我們農藥使用的農藥，很多國家也不一定能接受啊，這都要去談。但我們除了對美國談自己降低關稅、自己降低檢疫標準，甚至檢疫標準要由美國方面去認定，讓我們談個毛，談個寂寞啊！都我感覺呢，對農民來講，你把犧牲我們權益當成一種，實際上我們也理所當然，也沒有賣水果到美國去啊。不是美國有個問題嘛？前兩年有說芭樂嘛，未來翁來嘛，你到美國最久最少也都要半個月以上的船班嘛，根本不行，除非是很耐久的水果。那種產品，你到那，你認為它的風味跟它的水準都已經降低了，你能有多大的自信去打開那個市場？沒有啊，我們就要研究嘛，你到底我有信心？那
很多人說，比如說法國、歐洲、荷蘭也一樣，很多芒果，比如說離他們比較近的都可以前去。對，你都知道離他們比較近啊，船班近啊。比如說南美洲過去就比較近了，當然比較近，而且時間比較多，而且以法國來講，他優先照顧他以前殖民地啊，象牙海岸嘛，剛果嘛，媽的，這以前是我人，還講法語嘞，那他能夠生產芒果，當然我買，甚至因為天氣太熱，現在連法國自己都產芒果。比如說我有個朋友，我那個所謂去歐洲先驅者那個朋友，他就跟我講了，這2天跟我講，其實台灣的木瓜是有前進歐洲的潛力。因為他推廣過好多年，他發現這個木瓜在歐洲人來說是可以接受，食用是可以接受，而且比較耐放一點。相對，如果是青色的話，对，比較可耐放、可保存。所以他覺得說，台灣農業如果要加強，應該在木瓜這一塊是有機會去推廣。但我們台灣就學半吊啊！安倍晉三死的時候，誰在吹噓什麼？安倍晉三的農業三件，幫助日本壯大他們。進行了所謂農業2.0的，他那個時候不是侵略式的行銷嗎？對，因為它是攻擊性的，对啊，它的攻擊性是鎖定着市場之後，讓他們日本內某一個族群去生產，包括建構碼頭，讓他們能順利外銷，而且做好評估。但台灣不是啊，台灣是我爽呀，我想去就去，也不統一，也不留下來。去了法國的老爺酒店啊，老爺賣得非常高，去哪個商場賣得非常好，然後吹噓說一顆芒果可能達到500-600塊，賣了500-600塊台幣，那你去推算合理嗎？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商業啊，這不是屬於正常的商業行為啊。然後你再來扣個帽子說，因為就是有大陸在對我，你媽又什麼東西都大陸陸你媽啊等等，對岸網友提醒我。置頂的連結呢？我們還有只剩2天的芒果，因為芒果季基本上要過了，你趕快下定，下禮拜還會寄給你。但是你現在不下定，我2天之後就下架了。所以我們順便推銷一下進來的芒果，真的是又便宜又好，一箱6公斤才賣700塊，寄到你家，好不好？趕快這個下定，再多沒有，還有這個啦。這個你們雲林的貴寶地賣的烤玉米，我就剩下2組了，你趕快下定賣掉，我把它清掉了，剩下我帶回家吃，不要再掛在那邊。你看外面擺一大堆，我有看到，網友說芒果到日本是高級，對，沒錯，因為日本船班也近，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去到日本是合理的市場，對，沒錯。但你撇開那些訂單跟數量，對台灣本質上那麼大量的芒果。有辦法起到什麼作用嗎？沒有。台灣一年有1個10百千萬10萬芒果年產量10萬公噸然後你這一次4噸運到法國去，佔比是4,000,000,000，結果你的媒體報道到媽流湯。我覺得這一筆的宣傳費用比賣出去的5噸芒果還多。對，本來就是啊，超級多。你把那個錢拿來買芒果，不知道能買多少。你用這些預算幾啊千萬，然後來賣山啊，結果農民賣出來山才價值，比如講30萬、20萬。那你在幹嘛？你在搞屁呀！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啦。而且我跟你講，那個還有我們的代表處藍湖哦，就是送出去的明明就是合作社跟代理商，就代表是說我們台灣東西好棒。而且今年的芒果應該做的是怎樣？今年有一塊農民種芒果，他賺到錢。為什麼？他知道今年芒果盛產，所以他提早用他的栽培手段，讓他提早熟，提早採收。我跟你講，我們這一次獅子鄉芒果就是太晚到，我有朋友的貨源啊，都提早1個月就上市。獅子鄉因為是在屏東那邊。西子鄉，以前照你講1個多月前就已經在採收。對，但是我們一直催他們，他都說沒有。可是我說我明明已經我有簽了，我還拒絕那個管道說這個我不能賣，因為我有合作對象。結果等到他來，就剩1個多月。透過栽培的手段，讓他提早熟成，就可以採收，被留咖會計價。哎呦，我跟你講，很多農民很單純啊，哪有像你們那麼奸詐？對，是我為了生活。對，為了生活必須要奸詐。你農政單位包括政府應該開始是用在這方面輔導農民，而不是來宣傳，而不是賣個5噸芒果到法國，然後說我們做的多好，而且大家都來蹭台灣芒果一級棒。
但是法國巴黎基本上根本買不到。我這樣講，你說在日本為什麼大家愛吃台灣芒果？原因很簡單啦，本台你往下點，本台代理的進口精致果物有宮崎縣太陽之子頂級完熟芒果，一盒2顆，在我們手上的價格你知道多少？4329塊，一定很貴了，4329塊，這個是賣給你的學長、你的前輩、你的長官，你一賣他，人家就知道幹你懂，你是咖啦，你是一個咖，你買是最頂級的芒果。那個芒果我記得太陽之子種在溫室內，它要一直呵護，而且非常嬌嫩，它就是真的坐飛機來，然後你最好坐飛機送給你的老闆。謝謝蔡斗內這個不講武德斗內的拍手海報。所以我跟你講。世界上有很多高檔的水果，不是你見過、你懂的。宮崎縣這個太陽之子，基本上有一大半是送面子的。那就跟阿露斯一樣了。哈密瓜有個品種叫阿露斯。對。那為什麼阿露斯在日本人心目中覺得很神聖？因為阿露斯是日本天皇在送禮。他認為是最珍貴的東西，日本國民覺得阿露斯是最珍貴的。他還用一個木盒包着，外面還有一個絲綢，然後提着送過去。阿露斯其實不是切的就阿露斯，日本人在看是還要看它紋路。他覺得越綿密越凸起，而且越規整的，我們之前賣靜岡縣的那個，我忘了它品名啊，一株一顆。就不止這樣，就是台灣也是一株一顆。台灣現在有好多朋友在我們雲林縣有一個今年的青農叫吳慧娟嘛，今年得到了百大青農，是不是？阿關那2夫妻很屌，2夫妻我記得好像碩士，農藝系啊什麼，結果回到故鄉去種阿露斯，苦哈哈的撐了10年，終於開花結果，10年小孩都生10歲，對啊，也不簡單了，黑馬不簡單。林嘉欣可能都生10個了，好不好？沒有，來。来，剛剛有網友問了一個小問題，我們特別跳出來問一下，請問下巴這個鬍子呢，是不是像我們最尊敬的建國兄自己？不是，因為我有傷口哦，有傷口很大的傷口，不能刮，對不對？就不能刮，然後後來就習慣了。哦，逞凶鬥狠難免。也沒有啦，就有一次真的走樓梯跌倒了。哦，没有，我们都理解，不方便講就不方便講啊。順帶一提啊，今天的斗內的目標呢，就是如果大家達到目標，我們就斗內給林嘉欣拿去用包皮補他的耳膜，是不是？因為林嘉欣已經拖很久了，他從上一次2個月前就跟我講，我看我最近聽不太見了，這個怎麼搞的媽？這個我現在自己講話還嗡嗡嗡1個多月前吶，1個多月前，然後他原本有點東西清除了，是乾淨的。沒問題的。對，然後他耳道要讓他修復，看後續就用包皮啊。然後現在是耳膜要第2次就耳膜要再造，是這個問題，就用包皮再造啊。我不知道，因為我沒問醫生，你的再造的是用什麼東西去修補？那或許像你說的是包皮哦。好吧，那我認了。沒辦法，我沒有要捐贈包皮啊。他如果說是要用包皮，那我也認了。那認了嘛，認了。我先講一下，來，你看我多認真了，我他媽簡直比狗還要認真。我還把這一集的整個運銷價格通通算出來了。那物流總成本哦，1公斤芒果物流總成本運到法國去，他媽400元呢。政府補助大概1/5左右啊，其他都是業者吸收。然後最後呢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售價3621元每公斤，但產地收入價沒有漲啊。沒有，絕對沒有這種價格啦，因為你看到的只是物流成本，其實還有檢疫、冷鏈，包括後端的運輸，還有到各零售商要添加的利潤。對，因為回饋回來。我這樣講，這一次去的那一家私人公司最厲害的是，他把整條路打通了。他從台灣冷鏈上機，然後到法國檢疫，再出來到那個批發市場的時候，還能夠賣，還能夠鋪進去。那這個是，如果走空運，這都不是大問題。最大問題是划不划算，這個是不是評估中可行的市場？因為我們在討論這個市場是先可行，我們再去嘗試，
不是嘗試後不可行。因為你用這種大量補助去撒一般的業者，如果農委會你說只補助70塊，未來這種市場會有人去經營？媽鬼才信啊！我信你個鬼！媽，你只補助20%，剩下錢都我貼。我就做了穩賠錢，你懂嗎？我業者穩賠錢，你覺得說這市場可行？如果可行，我也沒意見啊。那你去賺啊，非常好。不是，我是郭台銘，我可以運一整貨櫃去，然後檢疫只通過1顆，我吃那1顆也開心啊，對不對？他一般的業者不可能有那樣的違反我們商業邏輯的行為嘛，所以這市場既然不可行，那我們就要回歸本體。我們評估我們啥樣不耐儲存，我們進入哪些市場好，哪些中高端市場，那就要比喻到類似芒果世家。不是鳳梨世家啦。鳳梨世家當年我記得十多年前剛出來的時候，对不对？像冰淇淋一樣的口感。當初15年前左右了，我記得了，超快20年了。台灣那種大果你買不到，完全你買到都比較小，都出去了，都被大陸瘋搶光，而且都是走高端的超商，高端而且精緻化的，鎖定高端族群。那個鳳梨世家是真的很甜很好吃，基本上有錢人吃那個東西都是商 K 小姐幫你把籽剝掉，一小塊一小塊餵你，有沒有？林嘉欣最熟了，那哪時候媽給你買回家，你自己把籽剔掉，然後自己擺在桌上，一吃一整臉，那個是高檔的水果的用法，不是你我這些平價中的，我自己一吃我也糊了一整臉。就不是嘛，好不好？用小湯匙，這個纖玉手把你什麼鬼扯？酒店沒有鳳梨世家，不是吧？他人家買給你吃，有沒有？幹！在入秋之後，我再帶你看，我再拍個照給你看。不要這樣子，不要再拍那個東西媽給我看了，到時候我的手機裡面充滿了林嘉欣發來的酒店的照片，就是那個吃法是不一樣的。而且我們還有網友小美01說：“啊呀，現在會彎腰低頭傾聽，因為他聽不見，我聽不見啊，聽不見，沒辦法，是什麼？所以最近發生很多餐廳那種，比如說大廳，很多人在聚餐，我們去敬酒或怎樣，我現在都彎腰傾聽，而且因為很吵，我聽不到。林嘉欣就很慈祥的點點頭，一直笑，因為他根本聽不見你講什麼，他就太吵，真的聽不到了。”太吵，他現在不行，他現在那種立體聲的分辨能力、解析度大幅降低。我現在眼睛如果閉上，然後我不知道朱學仁坐我左手邊，他如果在後面說話，分不清他在左邊還是右邊。沒關係，你暫時沒有這種殺手的需要，那你知道這種聽真偏位幹什麼？也不需要了。謝謝這個接生度送貓按讚，甜甜糊糊的是怎麼搞出來的？什麼要兔子很麻煩，小美這你真的不懂。我跟你講。就叫別人剃光，我們再吃嘛？不是，你要兔子就叫別人用嘴吸走，這樣是不是更完整？可以，好不好？所以不是啦，我跟你講，真正高檔的水果到那個等級的時候，不是你我在家裡嘛幹，自己拿個菜刀在那邊剁，然後在那邊剝。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吃鳳梨世家就連皮吃，因為很麻煩吶，我就想說，我就用吸的，一剝開，然後呼嚕。不好意思，野蠻人野蠻人。鳳梨世家我真的蠻會削皮的，用水果刀。看你這麼厲害，我年輕幹過水果行啊，我幫忙啊。那幫忙也要削鳳梨世家的皮。有一群工程師外國人，他不會削皮，所以我體驗很深。他鳳梨也不會削皮，他買什麼也都不會削皮，買芭樂他也不知道怎麼切，不然挖死他都不會。然後他都會拜託你說可不可以削。你帶他去越南店，你叫那越南妹子幫他。而且他們後來他們都會用，他們都會帶那種翻譯，會跟我講說，你選好一點的給他。我說我要認真對心靈那一塊工程師說聲抱歉。對，拿給你的大致上都是人家挑剩的。沒辦法，因為他不會吃嘛，所以要。林嘉欣削皮的時候，就是要把那個壞掉的地方削掉，對，看起來看不出來。曾經年輕幹過那種蠢事，對，所以請問傑哥吃的是鳳梨世家還是黑絲的巴黎世家？巴黎世家就直接吃了，好不好？這不好說。對，但我們講，你看我背後還有做一張數據圖，我今天數據圖都快要用完了，來，趕快，來，這個農業豐收
就崩盤。愛文芒果產地價呢，每台斤如果是120塊，前年去年對吧？前年去年是高的，但是2026年呢，他媽就跌到1萬吶，每台斤50到60元吶。那其他不要講，印度同期還崩到每公斤1.5元，整車到垃圾場。因為今年什麼國際市場不能只看台灣盛產，台灣盛產很多地方也都盛產，比如說印尼以什麼最特別？跟你以國際市場來講，榴蓮我們都知道要崩盤，因為越南、泰國甚至馬來西亞大家互打，甚至連印尼都有，導致大陸也有榴蓮上市，大家互相踐踏，所以今年榴蓮市場很慘，跟芒果也一樣。我們好朋友現在泰國做芒果啊，那個林北壞有那一個所以我們都知道。他上次跟我講說，我問他說為什麼一定要到泰國去呢？他說他要找個理由常常去泰國。所以剛才不是你不要講那個是誰，他剛講是另外一個人，我講是另外一個朋友。我就特別問說，你為什麼一定要去泰國呢？也沒有特別方便什麼。他說，但不行，成年男性不能常常告訴自己家裡人說，我要去泰国，我要去泰國玩皮。你一定要說我去泰國賺錢，我去泰國投資，我泰國設廠。前陣子我去越南，然後去講工作，接洽。然後他就很羨慕說：“啊，林嘉欣的每天晚上都是他心目中想去的。”也不是，那林嘉欣已經玩到不要玩了，好吧？他晚上都想說：“幹，我要趕快回家睡覺，拜託讓我回家睡覺，求求你，拜託，求求你。”林嘉欣還會跟人家在那個寢室裡面追逐，然後搶了把人家鎖在外面。他只是一心只想要睡覺。人家現在可正直的很啊！不要看我這樣，我真的很懶惰去酒店。真的很累，他已經覺得去到不要去了，很累的真的很累的。反正還要從頭開始講。我們回聊正題好不好？是的，那個豐收，今年的芒果是真的大豐收，對不對？今年芒果豐收啊！對，各位啊，再講你趕快買啊，剩2天了，再過了他們就要做芒果乾了哦。但我個人不喜歡吃芒果乾。不會啦，還是有其他品種會上市的，但你們最喜歡的愛文要結束了啦。對，因為你其他有什麼金黃啊、下雪有沒有？那個史書華都在貨下雪芒果咋？你看現在下雪多麼盛產，下雪今年也非常多啊。當然了，因為天候適合啊。而且我喜歡吃的是下雪跟愛文。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吃下雪，非常愛文就 OK 了。我一天要吃2顆芒果。幹，你這樣真的是媽住院。不會，我家芒果現在至少有10幾箱，吃不完。我老婆前陣又訂了，我想說我有帶貨啊，你幹嘛再訂？對啊，所以你看到。芒果價格崩盤，比往年來講是相對的非常不好，但我們農政單位就反正在野黨也不在意。我真的很屌這些在野黨，這屌，完全你都不在意。然後民眾都會說啊，農民都支持民進黨，不是啊？民進黨至少會看一下，你在野黨大家都不理。對啊，都沒有，就是好像我們沒有在野黨農業立委嘛。等一下，那個 L 小戴也是我們的新加坡好朋友，他說。以他的專業，因為他新加坡人嘛，他說泰國跟越南的榴蓮呢，跟馬來西亞榴蓮是非常不同。這個我們外人不知道，風味上、品種上一定有差別啦，但不會永遠都說不同啦。他要講的是那什麼貓山王是不是？山貓王，山貓王那未來還有什麼金枕頭？未來擴大種植後，還是會越來越趨近的，不會差別太大了啦，品種問題而已嘛。再來就是。像大陸現在的鳳梨世家這2年越來越漂亮了，也越來越漂亮。他們是會改進的，他們趨近這市場喜歡的。不是，而且台灣的那個鳳梨世家把人家慣壞了之後，當地一定要自我成長嘛。不是，最慘的是兄弟知道，這就講到農業的悲哀，就一個市場失去一個東西，比如說鳳梨世家失去了一個市場，我們台灣不能進口，不能輸入。那你知道嗎？人類的飲用習慣會改變，你自然會去吃山竹啦，吃榴蓮，吃什麼來取代這個時間你想吃鳳梨世家。對，那你鳳梨世家像現在再開放進去，沒有了，其實老實講，取消掉了啦，你就已經被取代了。這就突然中斷這種市場之後，我們最怕的地方就有個斷層。那我們的政府啦，我們農政單位根本不管啊，他有做的是什麼？他把鳳梨世家的面積已經縮小到1/5了，
跟往年最盛況，面積產量都是剩下7%，腰斬再腰斬了。你鳳梨世家未來前景還是不看好。而且我這樣講，我個人講實在一點，當你今天的鳳梨世家在對岸曾經佔到過一點點的分額，大家也覺得說哦，幹這個超好吃，好像冰淇淋在你嘴巴融化一樣，之後就忽然之間沒有了，就消失了。那當然就是廣西雲南就會種出來嘛。我給各位看一下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認真做的圖片，你看我現在是不是用了 AI 之後人變得很認真啊？這個你以後可以記住，下次去別的節目上講。這個是我真的記得呢，你真的去，我特別請他做了圖嘞。來，我們先講技術外流，就是當你開創了一個市場之後，結果你自己跟不上，那對岸自然會把你的技術過去，還有我們這邊果農也帶過去啦。我會講，農業是非常低階的產業。不要跟我講什麼他媽的技術外流，就與生俱來，每個農民，台灣農民、大陸農民、越南農民、泰國農民，都有這個本能，賺錢的本能。因為賺了錢要去金錢豹花，所以他會很努力，他努力去賺錢，去金錢豹、去海派、去隆恩啊，他有這個願望，有這個夢想。所以那麼低階的東西，只有一個問題：品管跟後端銷售、市場開發。不要跟我講什麼技術啊，技術你媽啦，跟人與生俱來會打炮一樣啦。哦，這個林嘉欣真是專業，你看他簡直是生殖專家。講什麼就會養套殺？那我跟你講，農業這種東西，就跟台灣現在種榴蓮，要說我們去偷哪裡的嗎？我們現在種芭樂，要說我們偷哪裡的嗎？咱種水啊嘛，不是咱原本的攏咱的啊。台灣也不是原產有、哦。那高麗菜也是啊。何必講這種什麼技術外流？別鬼扯的、啊。台灣哪時候技術外流？從台鳳公司去泰國進甕來開始，是不是就叫技術外流？要這樣搞嗎？不是啊，你每次人家就是栽會。我跟你講，我唯一認為真的是技術外流的，是秦王麝香葡萄。因為那是日本栽培出來的品種，然後直接被幹走。哇，這種東西就。日本很在意這個品種權，沒錯，但他後來沒申請啊，所以他現在沒有辦法依法追溯。他沒辦法追溯，而且全世界都在偷。你也不要講大陸偷，韓國也偷，台灣也在偷。台灣我多年前就吃過，可是前往麝香有個缺點，台灣溫度高，溫度不一樣，然後濕度高，而且午後都有雷陣雨，在山區種植那種，那一定要用大棚了啦，一定要用溫室。前往麝香。種起，對啊，你用大棚去種的話，你的濕度也是高，又太熱，又太熱太濕，又不適合，所以剪起來我們就是沒辦法像日本那麼脆啦，而且甜度夠，甜度是夠，但脆甜，所以他們就比較不脆，缺個味就，對，你看那個對岸網友楊生說，豬大講就是我吃了2年台灣世家，後來就沒有了，對，找不到，那就只能吃廣西跟雲南的啊，那沒辦法，對啊，這楊生說的對啊，就一個市場的建立。讓這比如說楊生喜歡這時節，比如說秋末喜歡吃台灣的世家鳳梨世家，那忽然間沒有鳳梨世家，他一定會去取代。他那時間可能去吃什麼柑橘類的，或者其他的水果，不對，那個味道不對，那就吃別人的。那我就吃別的東西嘛，那我何必說一定堅持？我他媽好幾年沒有鳳梨世家，難道我就不吃水果嗎？不可能吧？對。但台灣就比較悲慘。是農民種了好幾年的鳳梨世家樹，剛好要盛產了，採收了。我花那麼多心血，花那麼多年，像在照顧女兒一樣照顧長大了。他們一句話，大陸不賣，你說這叫打壓，片面中斷，然後你也不協商，就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拖下去。我覺得有了梁文傑之後，感覺反正就是讓農民推出去挨打，打，被打了之後就說：你看中共破壞我們啊！問題是你不是要協商嗎？你不是要討論嗎？那如果你討論了啊，中共還迫害你，好勉強認。但你沒討論、沒協商，然後就直接放爛，那這個是不一樣。還有順帶一提，楊生說金錢豹是不是倒閉了？你講的金錢豹跟我們講的金錢豹營業項目不同。因為對岸是吃到飽的哦，對岸那個金錢豹你忘了嗎？他是做吃到飽的，忘了。他甚至還有人，他還做婚宴會館，有人在金錢豹結婚呢。你知道所以它是餐廳，它是大餐廳，而且很高檔，有龍蝦、有鮑魚、有生蠔那種大餐廳。所以有人在金錢豹結婚，台灣網友聽到就
金錢豹結婚哦，搞好，這我就突然想了，所以你像鳳梨世家失去大陸市場，陳其仲當初誇口說啊，幫鳳梨世家取得5000噸的訂單，每年固定有，而且確定穩定。鳳梨世家要有5000噸哦，太棒了！我們想說那時候講的誰買啊？結果到今年梁文傑說了這些話，我們才回去檢視他當初吹噓的、吹捧的。隔年全台外銷也才4000多噸，再來還有出現3000多噸的全台哦，全世界外銷哦，沒有，才那種數量哦。那陳其仲突然說你要增加5000噸，哪來？你哪來？台灣最多的時候，在他的夢裡啦。記得我最多的時候，我記得是1萬多噸，15000噸左右外銷大陸。那時候的確是輝煌，帶多一波所謂的綠金潮。所謂綠金就是說，2006年，一個柯先生把鳳梨世家產業帶入大陸，走進去大陸。他經過20年努力，才把這鳳梨世家的面積擴展到這樣，而且努力幫農民外銷，他自己也賺錢，這是好事，這正常產業鏈的一環。但你民進黨上來之後，你對這一塊檢疫啦，不管是到那邊的要求，你的檢疫標準或怎樣，我沒有去輔導農民做出這些事。你也沒有辦法跟大陸進行有效溝通，那當然農民最吃虧的農民嘛，你真正打水炮嘛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不管他在日本怎麼行銷、怎麼推廣，然後怎麼大內宣，謝長廷怎麼說我好棒棒，台灣農民收購價格都是一樣的。不，你在當初罵這些所謂大陸那邊在台灣處理這些水果的有買辦，有買辦問題。我們當然都知道有啊，就我跟朱學恆比較好，我訂單當然會給朱學恆，朱學恆再去找其他農民來合作怎樣啊？就是像即使是魚，也有所謂的並池，就是我這邊只能養3池，幹人家跟我下5池的量怎麼辦？我還是從別人那邊找2池。那你民進黨現在這樣搞所謂的口嗨式外銷，這種公關式外銷，你不是另類的在成立買辦嗎？反正他媽你只要姓黨愛黨，跟着黨走。我他媽，我這訂單就給你，你就給你去處理。比如說，你芒果要賠個1-2千萬搞一個公關行銷外銷，沒關係，我幫你搞個5000萬、1億的標案，他媽你就賺錢，努力賺，到時候你自己拿1成2成出來回饋這個黨。你要搞這一套嘛，誰看不懂？那這一套真正對產業有幫助嗎？沒有幫助，沒幫助啊！台灣消費者呢？他霧裡看的話，他也不知道啊。而且台灣消費者也沒有吃到便宜的東西，你有沒有吃到比較便宜的啊？我常問啊，你們現在看到許多通路商上，我不要點名誰，你要看到處都進口蔬菜，到處都進口蔬菜，你政府做好把控了嗎？前幾年我們還在說我們要前進世界，但你回頭看，上下游做了一篇報道很精確啊，台灣農業已經被越南入侵了啊。不要講中國，不要講大陸，就越南。你現在市面上多少蔬菜越南來的？你政府有去取締嗎？那你變相的逼迫我們這些農民。像我林嘉欣，我有能力，我不需要在台灣種植啊，我出一張嘴出來越南就好了啊。我種植回来反攻台灣嘛，可不可以？當然可以啊，但可以啊。那最後受損的是誰？台灣的農民一定第一線受害。第二個是誰？台灣的消費者。因為我們在國外搞的事、幹的事很多。是實際上無法跟本土連接的。如果在本土能斷貨，就一出去就斷了。如果我們本土市場夠強，這個連接鏈是夠強，對消費者反而是保障更好。尤其台灣農民的意識普遍比越南啦、泰國啦、印尼高。其實老實講，我們的用藥意識或者其他品管意識是比較高的。那政府你對農民就是漠視就算了，你不在意農民生死。不在意生死就好啊！有的訂單你還能年能率，那你做先沒辦法嘛？5噸的芒果出去，再給你50噸都無濟於事了。不是，我們一年有7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嘛，看數字背不起來。你的是10萬噸的哦，10萬噸啊，年產量10萬噸。10萬，但我記得是30-40萬。对啦，我記得是比這更多，10萬噸可能少了一點，10萬噸少了一點，芒果絕對不止。這麼多啊！預警什麼東西都有。更慘的是，我前2天又罵了吳音寧。你為什麼又罵吳音寧？人家被你罵到不能再出來選立委了呢？沒，我講的就你以你北農為例，要幫民進黨去辯護或怎樣去推銷，去說這都好棒棒，我都同意，我都可以接受，因為立場不同。
但你要說的是事實，不是你片面的自認為事實。你在講你芒果 online secure 當初被大陸市場到那邊禁止輸入後，我們不作為，然後懸崖式的斷鏈，就整個產地崩盤，剩10多塊、20多塊的時候，你說你們做了多少努力，讓這些 online secure 進入我們拍賣市場？你看拍賣市場說多這麼多，我賣出這麼多 online secure，你有沒有去看過你那2年價格是什麼？真的很慘。我定在講，我常在講，我甘願賣一個，我賣你1箱要10箱。我賣一個，我賣1000塊台幣，我賣1箱才賣500塊台幣，你賣遐濟要死啊！愛扛呢，要扛要搬呢。大陸網友或許聽不懂，我講的意思就是能賣一顆，能賣1000塊台幣，我他媽幹嘛賣一箱賣500塊台幣啦？當然了，能多賺就多賺啊。然後英寧還覺得很委屈，對不對？很都你们这些人很努力。還誇誇其詞說，我們當初讓那麼多產量進入我們，你看，我們都回歸內需市場，你看，內需市場我們那叫互相踐踏，幹弱相殘，好不好？弱相殘，現在都變那麼貴了。這個等一下啊，我先念一下抖內，然後因為有網友問小內給抖編這個講了，好，這個剛有講。收緊 ECFA 早收清單嘛，然後河畔微光說積少成多，泰德說支持一下本台雙雄之一不能曬的攝政王做修復手術。EOOCO 說嘉興哥好，我以為你只比蔡壁如小幾歲，隨便啦。小內給抖編，好，他這個問題我們等一下要回。早收成了，好，對這個各位在座的各位要了解，我身邊的這一位是80後，想都想不到了吧？一直以為。他比我年長許多，沒想到是小弟虛長數歲，這個就是農民的辛苦。我想說，我怎麼樣？你看他現在講話已經講到自己會咳嗽。有一天在喝酒，怎麼突然有朋友說朱學仁在討論我，跟網友在討論我年紀？對呀，因為我們在討論到底你們那一天怎麼那麼無聊？不是因為沒有人猜到是1980，沒錯。幹，網友震驚了，有沒有看到？他說是1980，幹，不然就是民國什麼2080，1880嘛，看1880，他真的是80後哎，幹，不是開玩笑的。我之前也一直不知道，但是因為他之前跟我講，然後不知道看他身份證還是什麼東西，震撼發現。好，這個小內給走邊說，達人為先，請問1983年的嘉興哥面對勢將必行的農民轉型，剛造好的大棚要轉哪個型 ？OWTS 說贊助小抖一下，張哲元說嘉興哥祝大晚安，柯和風說嘉興哥5萬抖個小目標，你看馬上就要達成了捐贈包皮給你補耳朵的目標了，捐贈金額給我去用包皮補耳朵，不是捐贈包皮，不是捐贈包皮，他媽的15個包皮，我他媽要補幾？用不完可以把耳垂弄長。來，這個柯和風說出大嘉興哥5萬小抖的目標。TOTW 說突襲直播除了支援補耳膜之外，也麻煩請同學按個讚，謝謝。姨姨說到。這個絢麗炮說支持一下，魯魯米說熱溶性菜農，三打一說支持包皮重建耳膜。為什麼說熱溶性？是因為你其實不常曬太陽，你記不記得？不是我很怕太陽啊。對啊，好，我們等一下會講，我們依序回答。第一個呢，這個對岸收緊 ECFA 早收清單範圍，這個就是我們的苗栗銷冠。我知道，我老實講。一個市場的建立，一個市場的趨勢，這我早知道都是必然，因為你的工具機、你的其他零件業在大陸來講也很捲的，是對他們而言，他們要進行保護性，你不能老是給台灣讓利，所以為什麼每個國家、每個地方、每個政府都會幹這種事？我這只有一個想法而已，只有台灣認為我們的保護是，你知道前陣子我們跟美國。貿易談判之後，我們本來農產品有所謂的保護關稅，就比如說我們，例如說我們要進口這個水，每年可以進，比如說1000噸，超過1000噸後，我們要提加多少關稅去保護我們本土的水這產品。結果我們政府非常天才，我們農業部啦，我們財政部，我們這官員非常天才，包括行政院，他認為說我再加了保護關稅，美國還是進口。所以這保護關稅沒有用，我們就拿掉吧。幹有病是不是？我幹你娘啦！我神經病，我看笑的啦。哎呦，我真正看笑講，
這個保運，我說你們聽得懂吧？這保運關稅本來就是要保護本土的農業，你應該去檢討這保護性關稅為什麼起不了保護的作用？是不是這麼多年了？加入 WTO 後，我們應該好好檢討我們的對台產業，包括農業上面應該去做怎樣保護、跟輔導、跟轉型。不是這個保護關稅哦，看起來是沒用的，那我們就不要保護，就不要了，我們不會保護啊，我們讓美國長驅直入，而且跟你講，不是說台美關係史上最好嘛？結果台灣跟大陸的鋼同樣被美國課傾銷稅，對啊，所以你搞屁呀！所以你美國對你包括科技業跟所謂我們的這些基礎產業，包括什麼農業，用這種嚴苛態度，包括是強取豪奪態度在掠取，結果我們台灣政府，你只會罵說。未來只會罵什麼？發早收清單，到什麼又偏偏是在改變規則？你台灣本土的規則都沒辦法搞定了，你他媽你跟美國就跪下來了，你何況關給他逮下去？你連談都不談，你有沒有談？要不要談？不談，那未來有一天全部一定都會中斷了。真的，你看網友紛紛說，都叫嘉興哥，嘉興哥，把林嘉欣叫老。對啊，然後大家對林嘉欣有錯誤期待。沒關係的。我們應該至少有一天我嗝屁了，你們不會說英年早逝，幹也不會，就可能也活不了那麼久等等，我要講，我要跟大家解釋為什麼大家都以為林嘉欣一定刀裡來，這個火裡去，每天在外面曬到熱傷害，但實際上林嘉欣只要太陽一出來，他就躲到路邊了，然後喝個，他不喝保利達 B， 喝個那個海尼根。然後嘛，吃個檳榔，然後在那邊涼涼的山風，然後又等到那個陰影又把它縮到掉到太陽外面的時候，他就再跑去別的地方躲。基本上整個早上呢，我那時候跟他去田裡面種過一天呢，媽，基本上整個早上都在躲太陽。不是，除非你去，不然我老實講，他根本連田附近都不去。對，我都不去，因為我有問題。我現在手機很方便來視訊。對。那不要看，然後什麼問題我就解決了。我去幹嘛？幹嘛呢？他不如在家裡吹冷氣。我為什麼要去曬太陽？然後，所以農民應該過的是更好的日子，不是過得更殘酷啊！所以很多網友常常罵說，側翼啊罵我說假農民怎樣？對啊，農民一定要苦啊嗎？那農民一定要曬太陽曬到死嗎？一定要曬到死嗎？熱傷害很嚴重，真的會曬死人。我不能穿得乾乾淨淨，然後等着晚上去酒店。這不應該是農民的生活嗎？其實你可以睡到中午以後，然後下午就直接去開比較早的酒店。那是習慣，但能走到這樣，當初我們犧牲很多好嗎？我們都會，我瞄一眼你講什麼話就知道大概你出什麼事，我就能解決了。所以也不是一天就可以這樣好嗎？我也不是靠爸的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講這個誰，對這個。你看，應該這位也是農民網友，他說我們都去半夜跟凌晨，早上都去放水。以前有的時候半夜是要去偷放水，對不對？他搞那種半夜跟凌晨，應該是做對什麼種花的，高麗菜之類的吧？不也有那個太陽花，那個叫什麼向日葵，好像也是。那可能花農會啦，現在到處都台灣外勞在做的啦，也很少說台灣人現在出動也輪不到台灣人。你基本上在雲林一帶呢，下田之後，田裡面的母語基本上是越南文。對啊，全台都一樣啦。對，誰看不出來？對，只是台灣這一塊，就我們剛剛講到這種勞動力，連勞動力的取得都很難，才有這種處境。就是為什麼政府明明開放了合法移工給你使用？那到處田地都是所謂黑工，為什麼？就因為黑工好用，而且價格相對貼近我們可用得起。是的，這才是問題嘛。政府有沒有想過解決問題？沒有。所以剛剛很多，剛剛有一個大陸朋友說他大棚已經蓋好了，那好像是台灣啊。但不管對岸才會用大棚，他講大棚兩個字就一定是對岸的朋友。我要建議你啊，農業第一個你要有基本的市場分析能力，而且知道你的能力在哪，你的優勢在哪。你不要學人家苦幹實幹。農業這種事，我吃虧算多了。他真多，反正他有好幾年都是種那個高麗菜，種到媽差點要跑路賣器官呢。對，你知道我多努力，朱大就看過，我每天都會跑去關鍵時刻錄影。對，他為了賺通告費，到處跑，每天多賺點通告費維持生活。所以農業上，我建議你不要
你既然如果撞牆，知道會撞牆，你千萬不要去試看看，真的會撞牆，那叫什麼？什麼定律？什麼撞破南牆啊？墨菲定律。墨菲定律。最壞的一定會發生。對，一定會。很多人在農業上就是說，他明明知道會撞牆，我要試看看，說不定賭個運氣。我跟你講，都死。而且如果撞牆，要記得快點回頭，快跑。對，不要像他一樣連壓2年高麗菜哦。不是，絕對不是2年，不止2年，壓5年，是不是？壓到房子都已經賣到沒有了，不到南牆不回頭啊！等等，小內給斗邊說沒有啦，他是台灣農民啊，他只是準備要融入迎接解放啊。但是大鵬現在有，就是溫室有什麼東西可以種嘞？現在有什麼穩賺不賠的？如果是台灣的話，我建議你可以跟我接觸，因為我手上有一張訂單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好不好？有錢賺，我們一起去金錢豹，好，達成我們的願望，加油！好，麻煩那個小內給斗邊跟他聯絡一下，他手上有訂單啦，但是現在能種能接單人不多了，好不好？這個因為你要鎖定市場，不要去跟人家競爭。对，这是基本上就是契作概念的啦。你一定要走契作。林嘉欣有單你就配合林嘉欣。你不要真正麥克講一定要自己行市場，自己行品牌。最蠢的就是這樣，你拿我們的經驗去賺錢。對，你懂嗎？你不要自己說我要去北農建立個品牌，建立個鬼啦！你沒有人脈，你連建立我個毛都不行啦！你要建立什麼啊？沒辦法啦。不要幻想，不要說我再努力一點，多打拼一點，台灣一定有我的路，絕對會死路，好不好？努力的比努力有10000個人。哎，不是嘛？林嘉欣務農是為了去金錢豹，為了去商 K。對，那這樣子你目標就抓得準，你是要抓準目標。對，好好去幹，對，走一條正確的路。哎，但至少月可以去商 K， 不能說天天要靠你的斜槓。哎，像我就是有一點斜槓哦，他就很多東西都做，還跑去站台，對不對？對，什麼都幹。哎，只要錢來我就幹。哎，楊生說我要偷渡跟嘉欣哥混，但現在在台灣做農業沒有在對岸爽哦，你不要亂偷渡。我記得我以前看過最好笑的新聞，就有一個。那個對岸好像是福建還是哪裡的網友，他說他嚮往台灣，報道都很好，所以他偷渡來台灣，發現幹娘媽賺不到錢，他後來又找那個蛇頭說拜託把我送到泰國去，就他撈不到錢，他覺得很怒，好不好？不，有訂單，有銷路，有你的規劃跟評估才去種植，不要。這或許有農民朋友在這裡聽，你千萬不要種了再去找通路、找銷路，來不及哦，去評估市場，你會被多利分，你一定會倒。你喜歡海派，我也喜歡，好不好？可我現在老了，沒體力，所以我們不要再研究酒店了。海派玩不動啊，各位，玩不動了，好不好？正常來說，有通路、有銷路，你去種植都一定會賺錢啦，但是。台灣現在是你能賺多少，是你投入的心血跟比例符不符合你的期待，就這個問題。然後如果你要說，我要貿然前進，像我們那個朋友去泰國，其實也是回歸一個問題，就是銷路問題嘛。我們那個朋友也是有銷路，他才去種植啊，對啊，才會叫那邊農民種啊。他現在也跟我說，他是農民啊，農個屁啦，他農主好了啦。啊，農主不要這樣講嘛，人家也是創造了一個黑暗經濟的發展啊。都是這樣子。台灣現在你說要去努力種植這些，我都不建議。有別的工作你去做吧，因為我看太多青農負債離開，太多。我跟你講，你不敢相信，太多的，連換鐵兄弟都是負債離開的。他當初也是很認真啊，但就時運不濟啊，你有什麼辦法？所以農業在台灣老實講，已經變成一個夕陽產業，已經是接近一個末路了。雖然昨天前2天我看到一個專訪，就一個農民有幾甲地種有機的溫室，然後年收入年營業額破1000萬，我他媽一聽到幹你娘的，2甲多的地，然後種有機，營業額才破1000萬，幹光工錢你就至少光工錢哦，雇工人工錢至少都要500-600萬了，那你賺個毛啊！哎。這個東西我要講2件事情，大家提醒我回來要講鼎泰豐的那個炒地瓜葉還是炒空心菜？怎麼了？不是因為最近漲到不知道300還是400塊一盤。好啊，但我們不是要先講那個，
大阿大王說，同學種蘭花喊台灣精神，國民黨都貪污，抗中保台常常講。這2天看到 FB 移民去加拿大，加拿大有台灣蘭花市場嗎？有啊，我們好像加拿大只有切花，不能用土，不能用連土，不能戴戒指。那你要講到這個蘭花的時候，我常講了，國際貿易就是這樣，有一捨必有一得。當初馬英九時代那個狀況跟陳水扁2個人努力聯手，把台灣的戴戒指蘭花去了美國，擴大這個市場。戴戒指就是包含底下那個木頭啊、泥巴什麼的。我們能開放某些東西，但勢必要取得某些產品，這就正常的貿易談判。你來我往嘛，貿易中間有個義，好不好？是交易的義啊。我們這是台美關稅，我們台美史上最好關係的時候，為什麼我們看不到一點點的利？又包括他們吹噓未來鳳梨可以去，我們都知道，連他們都不敢吹噓了，因為知道那個市場太小。未來我跟你講了，好像8月要去了，可以開放了，頂多就幾櫃了，我跟你講，又有經費來了。又要做廣宣了，又要行銷了。台灣鳳梨前進美國。好，見鬼啊！好，人家南美那麼近，是當我開玩笑。南美賣毒品去，順便賣幾顆鳳梨都賺，好不好？所以台灣要搞屁啊，根本搞不了。你搞不了，就好好去審視，是不是我們要去減產轉型，或者輔導再度前進大陸，這才這本工課嘛。或者你要改種別的東西，前進。人耐保存，品質又對方美國啦、歐洲啦喜歡的產品，我們去搶奪嘛。台灣本來就是海盜國家嘛，海盜王國嘛，對，怎麼連搶奪的技能你都放下了？台灣是，我們比挪威還可以引以為傲。我們的先祖都是以海盜都是搶東西來的啊，靠掠奪來的。拜託我這樣講。台灣以前的血統是很猛的，好不好？就是都是單槍匹馬渡過黑水溝，那些運氣不好的、不夠勇的，來台灣之後張權械鬥、打輸打死的血統都被洗掉了。要不是他媽的日本人大屠殺，殺掉我大台灣一大堆有血氣的男兒，現在真的敢打敢揍，我們都出去做傭兵了，好不好？做什麼金援？真他媽的要怪日本人，當然是怪日本人。血洗台灣50萬人，對呀，洗到台灣至少被打掉1/4還1/5的人口，而且都是青壯年，而且都是滅族，對吧？我們當初雲林縣有所謂雲林大屠殺，提到這一塊，你不要忘了，當初日本人下濁水溪進行清鄉政策，從我故鄉莿桐開始，學習到斗六，甚至所謂爛的草屯，對，一帶十村九空哦，10村9空啊！而且我們那裡從長輩、從我們阿嬤、我祖母那一代都跟我們講，像我們家旁哪塊農地，那個叫戰地，以東來講，那叫戰地。所以每年我們收成的時候，不只是拜土地公啊，不只是拜土地公，我們要兼拜這些戰死的英靈，就戰地那些人，就可能是地基主或者什麼之類的吧。就是他血流在這塊土地上。對，我們都要去拜，所以我們很清楚，只是年輕人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是題外話。所以嘛，什麼說片頭還是死刑哦？因為我忘了換那个。不是，這你不要怪他哦，因為剛剛就人手不夠，我忘了換那個。這最大的問題是林嘉欣拖了半個月才來。對，所以導致我剛找不到我這一期的腳本，你知道嗎？媽逼幹！等一下我拿去看一下，我看能不能換，沒關係，換一下內容啊。但好，我先講，有一個東西它很熟，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了。最近鼎泰豐又調價是怎麼樣呢？調價。你看，我們這一集看起來在談毒品，你知道嗎？封面是上一集的毒品。那個鼎泰豐調價之後呢，空心菜一盤280，地瓜葉一盤320。那請問林嘉欣，這背後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如果單純叫我討論鼎泰豐跟瓦城集團的農產品，它使用的蔬菜，我可以跟各位保證，絕對是台灣最頂級中的最好的，是絕對最好。絕對是餐飲集團內用到，比如說空心菜，絕對是最好的空心菜，它的品質跟品控是你想象不到的嚴苛。我
經歷過很多段，也輔導配合過很多人。你要進入這2個集團的食材，一定要怎麼做？而且你就算做到那樣，都有很多不可控因素，一定會被退貨。會被打，而且打回他退貨的東西在一般的市場內還可以賣，絕對都是頂級中的頂貨。那你就知道他多嚴苛，而且但他給農民的利潤是高的，但很多農民沒辦法直接接觸這些集團，是透過所謂盤商合作社，所以變相這些合作社大部分都會去剝削農民，沒把利潤下放，才導致這些農民苦哈哈。這大問題沒有，應該這樣講。不是說他給的錢不夠，是怕你賺不了他的錢。對，他的標準高，然後很多東西呢，因為他有他的商譽要護。你想想看，這鼎泰豐，你如果買到不新鮮的高麗菜，像樣嗎？你會把它整個產業拖垮。他連高麗菜都要頂標啊，所以這個等一下 ，Claudia Hanna 說啊，太臨時來了，林嘉欣抖一下，何時會再來？下次抖大點。他媽，你問他呀！原來這個時間已經改2次，好不好？所以媽，幹不是臨時來，是我原來都排好晚上，就他說，哎，幹這個禮拜都不行，只有這一天可以。那我說，那只剩中午了啊，那不然怎麼辦？就這樣子啊。這錯的是我。對，那所以標準就是你各位想要賺那個鼎泰豐的錢跟瓦城的錢。是可以賺的，但是你會很辛苦，因為那個不是好賺的錢。我覺得如果有農民要走這一塊，你就要做到能交入這樣的量販集团裡面，這些集团裡面，為什麼？你已經是走在同個賽道上前5%頂尖的人了。其實你如果有那個能力去做，我覺得這輩子不會壓垮你了。你一定沒有問題的，因為他們標準。是真的，你被鼎泰豐跟瓦城淘汰的貨，你一般市場還可以賣。對，絕對你絕對有能力去生存的。所以我剛剛講，他們價格貴，我當然知道貴，包括他們的服務啦，包括他們的利潤都會灌在裡面的。但我覺得它貴合不合理，我不能判斷說一盤空菜200多塊合不合理，我只能覺得說你吃得起就合理，你吃得起就合理。但我覺得那個東西、那個品規、那個要求。是台灣最頂的，比如說10個農民裡面，可能1個都交不進去。你沒有被輔導過，沒有被洗禮過，沒有接受這樣的教育跟所謂的經驗，10個絕對1個交不進去，100個可能都1個交不進去了，100個可能都1個交不進去。因為我手上有很多照片，因為這2天有跟另外別的集團在聊，他們品規要求已經達到，我已經拿去最好的蔬菜送去，對他們而言就少那一點味。那一點味，哎呦，所以還要試炒。你去了不是說他只看這個東西，他還要試炒，有時候還要拔一根說嚼一嚼，對不對？我拿最好的東西，他們都還這個。我靠，你這標準好嚴格哦。我已經拿最好的，我已經拿最好的。對啊，看起來很漂亮啊，這很漂亮，這非常高規格。你看每一根空。哎呦，幹梗不夠嫩脆耶，靠背的。每一根。梗都而且還沒有泛黃哦，它已經跟我家的那個發財樹一樣了，就是那種綠色的，很綠，但不夠，不行。它就差那一點味。那當然我們還是能解決，但小事嘛，但就要很花時間盯啦，就要盯啦，你就要全神貫注在那裡啊。可是那是我現在有個問題，就是說，如果我接了這個訂單，我以後可能很難繼續躺在我冷氣房。因為要親自去盯，然後出貨的時候都要去看，都要我盯，所以這對我最近這2天最大困擾了。對，就是 Lee Alex 說台風也要開播嗎？照開不誤，照開不誤。而且說到台風呢，這個時候我就推薦大家趕快訂我們的罐頭，我等下也要從辦公室偷走1整組，因為下禮拜如果台風來，你沒辦法出門的話，就靠這個罐頭了。買回去。雲林也是那個軍規罐頭，對，羊肉爐啦，然後酸菜啦，麻辣燙啦，牛肉罐頭。哎，雲林也是出酸菜的地方。大 B 啊，大 B 啊，幹！所以你看這個東西，我強烈建議你趕快買，而且你最好今天跟明天下單。你下完單了之後呢，我下禮拜在台風來之前趕快拖去出貨。你就。然後就寄到你家去，再買2瓶酒。對，沒有人陪你，你就自己喝，你就摳我。好，那就林嘉欣就帶着5熊
對，就帶着五熊去吃。其隆說培土到出貨都要盯啊，都要。哦，真正要盯的時候是，我想農業是這樣的，不只是生產要盯。我現在到現在有個習慣，就我下雨沒辦法睡覺，我只要半夜下雨，我一定會驚醒。哦，對，他要出去盯那個線。以前已經習慣了，現在雖然不用盯，也是會醒來就睡不着。對，而且農民都會坐着發呆，看你要下多大。哦，這變習慣了。對，但林嘉欣也有可能其實攝護腺沒擋頭，拿來做理由而已，就晚上想尿尿。啊，對了，好，而且我跟你講，剛剛有一個好棒的狀況，我剛忽然發現，我們兩個人都到了，是酸菜的這個年紀了。雖然他80後，但他跟我一樣啊，雲林大皮酸菜。不好意思啊，年紀大了，就是大了，只能吃只有辦法，而且還没完，就是看東西一定要。我跟你講，劉寶傑以前也是這樣的，以前我們都窩在這邊，然後看就。後來劉寶傑也變了是這個樣子，好，就後來我就跟他講，那你不如把字調大嘛，不要再硬幹了，還是死撐，對，不要再硬幹，不要再死撐。來，謝謝 L 小戴又幫我們這個推廣按讚了，請各位記得按讚。目前線上有將近800人啊，那這個酸菜罐頭單吃嗎？你其實可以配牛肉吃，或者是你一整鍋啊，你那個羊肉爐我們配那個白菜嘛。你羊肉爐其實不需要加水哦，你就把一大片的那個高麗菜啊，然後一片一片剝，然後丟進去熬，讓它出汁，整鍋就很好吃。然後你可以配牛肉啊，我們有那一鍋裡面有牛肉，也有麻辣燙啊，它可以配麻辣燙跟那個牛肉都可以啦。對啊，我以前在北京很愛吃你知道，因為北京蛋白質不夠，你得要想辦法自己去補充。對，你就得要叫，而且北京是要1個月之前就要寫那個訂單然後你訂單要寫完之後1個月之後來哦，所以你如果沒有每個星期規劃好你的營養來源的話，你他媽有一周斷糧你就死了，而且受不了，就沒辦法，那個營養不均衡。我跟你講，這個講出來中午反正沒什麼人看，我要特別講。幹那一段時間豬肉出問題的時候，非洲豬瘟，跟我講，幹北京很慘因為你第一個不能倒廚餘了，那你總不能都倒馬桶嘛？媽幹的，我有一陣很擔心我馬桶會塞了，你的錯塞呀！幹那個很慘哦，所以你因為那個學長也不收，那你說怎麼辦？我說吃光嗎？第二個沒有豬肉了，台灣的豬肉通通沒有了，那你叫我們怎麼辦？我跟你講，沒辦法，你知道沒辦法怎麼辦呢？我跟你講，真是媽上天保佑。不知道怎麼搞的，那個炊場就是伙房學長，我知道訂了一大堆培根，我知道、你有跟我說，他一大堆的培根，就是我們後來每一餐沒有豬肉了，對不對？培根吃，就用青菜炒培根，白菜炒培根，好吧，然後這個高麗菜炒培根，那至少還有東西吃的。但我真想知道蛋白質攝取來源到底是哪個學長嗎？那麼天才，這麼天才給我訂那麼多培根，因為在裡面連吃香腸都了不起，因為那個是。蛋白質對，因為蛋白質以平均重量來講，是所有的營養素裡面最貴的來源了，就是每公克的價格都是一樣。它有定一個營養標準，對，所以在那方面的花錢的比例是最高的。你看公民 V 說，突然想到這個組合可以叫殺人豬心，就是林嘉欣，但沒有殺人啊。我們現在兩個人，一個耳朵不行，一個眼睛不行好不好？所以老花去雷射不要不要啦，沒有救了，不要了，那又怎麼樣呢？我配眼鏡都，我现在也要用眼鏡看比較清楚。這2天眼鏡都不見了，他媽搞了3副，這就有一個問題，人到了一定年紀的時候，有時候不是視力問題，可是他一定會出現。對，不是視力問題，是記憶力不行，記憶力不行是失憶的。你記憶力不行，搞不好後來發現你的那個眼鏡在隔壁老王家，他一定會出現。我知道，只是他不知道在哪。我這兩天我最賭爛是，我們聊到直接一個話題了，就沙拉油的問題。對，我剛差點要講，但我把一件事情講完。喵秀秀說，可是培根跟香腸是加工產品，幹你都進監獄了，你在挑剔哦。我說不好意思我要吃那個全部健康的東西。我跟你講，
我要吃雲林的快樂豬。對，我要吃海藻豬。我跟你講，你在裡面呢，能夠吃到水煮雞胸肉的只有幾個人。我跟你講，來，我告訴你，你還養生？但你這樣聽得見嗎？隨便啦，隨便啦。李宗偉他可以每天，有些人可以每天吃水煮雞胸肉，練到肌肉媽大到跟鬼一樣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你吃不了。那還有高金狼，那難免我連吃到肉我都開心。難免有所謂的監獄文化了，這我們不懂，有不同等級啦，這我們就不討論。對，來，油的問題是怎麼樣？有問題，我覺得現在都說，現在車今天早上講什麼鬼扯你媽了！鬼扯說這些油品在大陸是合格的，在台灣不合格。等等，跟大陸有什麼關係？這是台灣的油啊！你台灣的問題扯到大陸去了，好，大陸一樣有進口嗎？那一定知道它合格嗎？那你怎麼讓它進來的嘞？那你應該問這些油的源頭美國，哎呦，為什麼這會不合格？那你會說美國只是出口大豆而已啦，狗屁！你去了解一下這個產業。好，就算美國只出口大豆。那在台灣的原廠 A 廠，比如說 A 廠就第一廠，為什麼生產後的油品能這麼輕易流出去？它內控有沒有問題？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，衛福部說了2級加工廠，這些食用廠，為什麼到那從 A 廠到 B 廠中間沒有環節去做食安控管？這也是個大問題。對，那衛福部呢一推256講的什麼話？我不懂為什麼這一次以前出了一個起雲劑，說你老二小，然後出了一個地溝油，說會得癌症，當做塑化劑。對啊，就起雲劑嘛，因為讓那個飲料變粘稠。那為什麼這一次感覺我們衛福部與人為善啊，都不講話呀？怎麼搞的啊？我他媽，我真替鼎新集團叫屈一下。鼎新集团会现在会跑出來說，操媽！幹，我當年被關了幾年吶、啊？我們更冤枉吧？我們至少好歹1、2、3有做好吧？怎麼現在輪到我們台灣內部要去控管這些油品的品質的時候，我們衛福部竟然說這2級加工後的專家建議不宜公布，就什麼意思？這些油可能做成什麼？做成我們的麵餅、糕餅，甚至所謂我們的油蔥酥之類的所謂的調味料，甚至做了什麼？做了我們各式各樣的火鍋料，甚至所謂的糕點。對啊，做成這些產品之後，我們第一時間不是要求追溯下架？我幹你娘！你竟然加工，專家建議不宜公布。什麼叫不宜公布？這專家是什麼心理學專家？我今天要是國民黨、民眾黨立委，我的衛福部幹你，跟我說哪個專家？我問他一下，是哪個專家？哪個專家能這樣毒害台灣？這不是毒害台灣嗎？標準的嘛！食安出現問題，有致癌風險的添加劑或者產品，你為什麼讓它在市場流通不下架？你應該收尾吧 ，SOP 是收尾，而且憑單要退費。我們之前不是這樣嗎？那你這大有為政府到現在剛跟你別講，講你娘一直還沒事沒代誌，那你的標準在哪裡？這專家，我請問你的標準在哪裡？你的準則在哪裡？這些變成2次食品之後，再次食品之後，衛福部不會致癌的風險嗎？沒有疑慮嗎？那如果這些沒有疑慮，那為什麼第一線1級廠的時候，你告訴我這東西有毒，會致癌，我們要控管？那原物料有毒，製成的產品沒毒，那以後我們不用控管了。你衛福部該廢掉算了啦。該檢討，你這是什麼專家？狗屁呀！而且我跟你講，所以我剛才講啊，就是心理學專家啦，絕對會讓大家覺得不放心，或者廠商會受創傷。我更氣的是，因為我們現在直播，我不知，因為早上我也開車來，我不知道到現在有沒有哪些立法院黨團現在要出來抗爭一下。沒看到，你沒看到，默不作聲。你選舉到了，你表演也表演一下吧，連表演大家有懶惰嗎？都是懶惰啊！誰跟你說？我再問你是衛福部官員們，哪個專家告訴你說1級致癌物品可能致癌的原物料，1級原物料製成的加工品不用公布，沒有致癌疑慮？你拿出一個實證實據或者評估報告來。如果沒有這個評估報告，這是列為不可在我們油內產生的致癌物，既然已經在油內超出我們的標準了。
我們應該連下游的再製品都要召回，甚至要告訴消費者，我們要的是適宜，我們是隱瞞。這你知道嗎？有一種屏東，不，難怪打不贏嘛。屏東那種黑心牛，你沒有那種屏東黑心牛即視感嗎？當初屏東黑心牛爆發的時候，屏東縣府包括那些各級單位，全部都在暗砍，全部都在騙，而且視而不見，才讓那個老龍那個阿伯跑到台中抗議，跑去台中抗議去告，才揭發。那現在衛福部這些要不是被媒體揭露了，你到現在是不是就算有資料，你要隱瞞？因為專家說不宜公布。對，怎麼會有專家說啊？不好意思，這個油有致癌的嫌疑，所以到底下游廠商哪些人用到了，不宜公布。這個專家是什麼？選委會是不是？不是，是選舉專家嗎？對我而言，這種東西我一定會坦白告訴消費者 ，A、B、C 哪個批號，哪個批號製成再製品。已經流入哪個食品廠、洋芋片也好，糕餅業也好，甚至其他業者也好，製成哪些產品？消費者們如果有買到這些產品有疑慮，退貨、召回、收回。你怎麼放它市面上？我們繼續吃，不宜公布，不宜公布就叫你繼續吃了。對啊，你看醫生說，以前頂新案爆發的時候，全部賣場大下架產品。他媽這一次都沒有下架，是怎麼一回事？我拜託這些網友們，因為我在罵的時候，你們會聽得很解氣、很爽、很幹你娘。但我在罵什麼？你們真的應該在你們社群平台上發出你們的聲音，要求這些官員好好徹查，因為都是你們的食安問題，跟我們一樣。對啊，這些官員吃不了或吃不到，但我們一定都會吃到。搞到現在我兒子的昨天的幼稚園老師跟我說：“嘉欣爸爸，我們學校用的這種東西油品都是別的廠很安全。”我說：“老師，你不知道是我告訴你一個問題，他製成的火鍋料，製成再製品，製成了你們喜歡吃的洋芋片，一大堆很大廠也受害到，只是你們不知道而已。你們都吃下去，然後現在政府告訴你的，因為有的時候調味料，譬如說我隨便舉例啊，這個某某廠。”它本身沒有進這個油品，可是問題是它進的牛油、進的那個麻辣醬、進的沙茶醬，我隨便舉例哦，可能中了，廠本身沒有中，但是它跟周邊廠商叫的其他的周邊商品調味料中了，那你到底要怎麼算？我覺得這兩天台灣最大的新聞真的是這個沙拉油的問題。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開過沙拉油的油罐車，幫親戚。多少幫忙了，不是真的說不是專業啦。我很知道這種混油在台灣已經習以為常。你其他不用講，除非你每一次油罐車都洗乾淨，不然自然而然混到上一家的油啊，媽廢話。台灣的很多花生油一定都會混所謂的沙拉油，很多油也會混沙拉油，包括你們吃的麻油、什麼香油。都有業者會混沙拉油，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說，你買到麻油跟我們絕對不一樣，為什麼？市面上九成七八成都會混啦，他純賣你麻油，他會覺得不划算啦。那而且你純香油就是麻油，純芝麻香油很貴呀，一小罐媽幾百塊呀。那所以你看，前兩天我跟朋友講一句話，就是說台灣的沙拉油有沒有問題？很多油品都有問題，那為什麼這些油品都沒有常常品控出問題？因為這才是問題。對，就是你習慣的味道。徹查，嚴格徹查，去審視每一個油品、每一瓶油的來處。我講台灣很多都會倒大霉。台灣到現在不肯管，就像衛福部這種態度，食藥署這種態度，你們態度是專家建議不宜公開。什麼叫不宜公開？不是公正透明的政府嗎？這種對食安有疑慮的問題，你叫不宜公開。那消費者權益在哪裡？我們人民那潘啊呢？你就吃吧。剛剛像你媽祖廟跋杯、小杯啊，安尼，靠杯嘛安尼。
吃不吃得到？不會，我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吃了沒事，沒事就好，不要製造恐慌。你不要當場死亡就好了。那台灣未來是每一項事情，我們都用這種態度去審視、去檢驗，反正沒死嘛，榮耀沒有當場死亡哦，沒死都沒事。那你知道，這台灣農民種的菜藥檢出了問題，馬上公布哪個賣場哪項商品。那這油每天你都會吃油，都用到油。你是不知道而已，你洋芋片都需要油，你有很多零食都需要油，那些油的來源有問題，你跟我說不宜公布，他媽養個廢物都比這個政府官員能力強，直接告都避開也。沒有啊，這真的。蘇溜冠說自己買豬肉炸豬油，要買豬皮哦，長官。啊，你買的豬肉自己炸豬油，你不要又買到是進口的哦。對啊，你不要买到有那個萊克多巴胺。你要有個能力哦，你要分辨那是肥油跟瘦肉，你不要拿瘦肉去炸油哦。沒辦法分辨。哎呀，什麼叫頂薪生不逢時？頂薪人家是這個挺藍的啊，當然一定要把你往死裡打嘛，弄死你，對不對？活活弄死。有網友一直講說，我什麼時候要做郭文貴？我在做前置研究，那不然你真的抖得起，你出了$200，我就做一集郭文貴的專題呀，好不好？現在我手上題目多到，你知道我最近要談什麼？我最近要談一個遊戲專題，然後有一集，謝謝謝明峰抖內的那個貓咪暗戰，90物也謝謝你的抖內，還有一集移民，就是台灣現在要移民去哪裡？如果你覺得台灣不好，你現在要移民去哪裡比較好？這個我也在做研究，然後還沒完哦。你知道那個研究一開始 ，Cloud 很嗆他直接說你要先跟你的網友講，基本上會問移民問題的人多半都沒有辦法移民。哦，也是。那我說沒幹，你不要這樣子。我們讀書是為了吸收知識，而我們吸收知識是為了改變命運嘛。當我知道能夠怎麼改變命運的時候，我就可以做散播嘛。對，譬如說我跟他講說，你不要只列出來台灣人去譬如說東北亞，或者是美國、加拿大來。第一，也給我列出新加坡；第二，也給我列出福建。其實你要去看一看所有的移民選項到底怎麼樣。其實如果是我，因為我現在對台灣有不可分割的一塊。如果現在你告訴我要移民，我絕對會選越南的大樂，它剛好在越南的山區，海拔大概1000公尺左右。那你兒子讀書怎麼辦？比如說啊，如果我要的話，我真的想過，因為那裡的消費也不高，而且那裡好像被殖民過，有個類似法軍的那種歐式建築，然後在那裡又不熱，然後氣候涼爽，而且在那裡我從事農業外銷也好，其實我在那裡是可以生根的。所以我真的想過那個 Vanilla Chang 跟這個剛90物，謝謝你們的抖內。因為我跟你講，分析這個有很多時候大家不會想太遠。譬如說，他說你兒子如果要去移民去對岸的話，讀書你就不要想回來了，因為台灣大部分學歷不承認，證照也不承認，然後愛國教育模式也不同，你回來一定不會適應。所以你在這種移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想兩岸討好了。第一個。基本上大概就註銷你的健保跟護照。二代如果去了你就去了吧，你就定居了吧，你就跟着去了，就是這樣子。所以這一集我也在做，我剛才分析搞不完啊。David Jackson 說，如果衛福部會做事，就不會搞出事後避孕藥非要處方簽才能拿到的腦洞政策。幹不是左派嗎？你到底有沒有保障自主權吶？真是媽笑死人！哇，這以前不用都有，我覺得這會製造很多社會麻煩。我覺得啦，自主權就自主權。來，這個金佑說補好，沒問題。我們今天已經補足了林嘉欣的包皮治耳朵的錢了。然後壞掉龍九說，超哥抖內說，如果台灣沒有特殊地位，台灣水果在大陸沒有任何競爭力，養套是沒錯。所以台灣農民要自立自強，要積極主動的放棄對岸市場。真的養多了對你們自己不好，我同意啊。這我同意的，但總比美國直接殺好了。美國是不養不套就直接殺。對，維尼拉嗆說小小抖內也支持豬大，所以啦，這個你也不要想那麼遠，等統一就承認了。這個就是
哎，好，大家我們又要被罵說我們是被統派不是這樣講啊，也不是說我被統啊。你看現在的我國的官員多麼的不長進，你光是這樣子，你覺得人家他打得過對岸嗎？我跟你講，楊生，老弟，我跟你講，越南沒有金錢豹，那你相信我，此生如果有一回趁你年輕要去越南玩一趟，那你會認為人生值得，好不好？如果年輕啦、單身啦年輕人嘛，血氣方剛去一趟，我是非常建議。有什麼不了解，你可以問我。又要問你了，是不是？我熟門熟路。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血氣了，我每天這個就希望能夠睡覺，然後有時間做運動，然後可以。而且我看到我手機外面在響強烈雷雨，耶，幹你啊！哎，你打有車可以送我回去，是不是？那我們就。那我還在搬我的罐头，還去洗頭？你去越南去洗頭去幹嘛？我真的覺得你们洗全身哪洗什麼頭啊？你媽外行了，這不好玩的，真是。你不要看那種網絡上很多網紅在介紹怎麼去喝啦，怎麼去玩，怎麼去風花雪月。我跟你講，你問這種問題就外行了。你到我粉專私訊問青哥，絕對是標準答案。David Jackson 說：“請問年近50歲的大叔也可以去越南嗎？沒有說不行，沒有說不行啊。對啊，你有體力，你有活力就好，你坐得了飛機就好了。我搞不好你搞不好坐那個輪椅被人家推過去都不行。好啊，只有你們有聽到。我跟你講，去越南最麻煩的一件問題就通關慢。那有網紅之前不是抗議說我用什麼禮遇簽啦，什麼花一點錢，花了1600左右台幣，我記得。”其實50萬越幣就可以在那個過海關的時候，你可以詢問那個人員，他就這樣走這邊的，就走禮遇通關，不用跟自己不用擔心，反正錢露白就好了。你錢稍露一下，而且我告訴你，我的經驗，以我經驗，最近因為知道這種禮遇通關的人越多了，快速通關了，人多了，都有時候也要排超20分鐘、20-30分鐘。像我這種不會英文、不會越南的話。其實我很難，因為我有上一次去就在那海關被刁難了一下。因為我那個飛機那個折掉那個卡片有沒有？那個叫存根，我把它丟飛機上，他想看存根。有網友叫我上個二維碼，要小抖一下，他要感謝新哥的支援，讓我上個二維碼。不是你有，但存根我們都丟掉，故意刁難我，那你只能幹嘛？那你只能道歉啊，在錢就掏出來啊，对，掏錢出來。結果後來這一次我要出來，我那朋友夠意思，仗義，他說他因為越南人，他跟我說哥，我說怎麼？我兩眼一看，有人坐輪椅怎麼了？以後一律坐輪椅哦，幹你啊嘞！你們這樣對嗎？那是混蛋嘞！坐輪椅更貴了一點而已。坐輪椅超快了，3分鐘。3分鐘，但是問題是你只有回去的時候才會坐輪椅，你去就要坐輪椅。我也有一次去也坐輪椅的。我現在主動變成殘障人士，有人這麼搞？因為你看他坐輪椅出去沒10公尺，他會走路了。你就說忽然來越南就被治好了，忽然病都好了。哇！我第一次看到我傻眼，操，坐輪椅耶，會走路耶。剛楊生說他其實有去過越南，但他帶老婆一起去。那這怪我們。那有老婆了，我建議你安分一點，好不好？不要像我們這種，不要像他這樣，不要像我這樣。好，來這個大阿大王說不會越南話，不會英文，怎麼跟越南大學生談一次戀愛？你不會挑會英文會中文的越南大學生嗎？越南很多都會中文哦，跟大陸那邊交友蠻深的哦。而且很多越南20-30歲的女生也都跟台灣這邊有往來過，所以基本能力。我覺得不是你那手機翻譯那麼簡單。我這種白痴，我都能走在大熱街上，自己人閒晃半天，你們不行哦。也比我慘吧？林嘉欣剛剛講一句話讓我抖了一下，說林嘉欣現在守備範圍已經往上提到40歲以上，是不是？畢竟80後各位，80後他挑40歲是跟他門當戶對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講不想再把麥克講的扯遠了。邱星星說：“我上次從越南回來，淘機入境，一堆越南人坐在輪椅上，因為那個就占便宜嘛。
一定很多人來。但我們自己可以刷卡的，台灣人自己入境真的就很簡單，不用在那邊坐輪椅嘛，坐你媽輪椅，你找不到人幫你推。而且我要講一件事情，剛剛有網友講說台灣的農耕隊很厲害，說去種很多東西都是可以活，對，但是也留下來許多黑寶寶。當初很多農耕隊是所謂的農耕外交嘛，那去非洲或者中南亞、中美洲比較落後的國家嘛，南美洲，那現在說農耕隊有什麼太大實質上的意義？範圍很小的啦，因為我跟講，就跟所謂的技術外流一樣，技術你媽。他只是沒那條件、沒那能力、沒那資源去做而已啊！我們剛好有這個經濟能力，我們也有 DNA 外流沒有 DNA 外流。對，那些農耕隊也建立了不少在當地的種子。後來有一些從土裡種到床裡。對啊，就是而且還不止1-2個呢，真不錯。我們帶團，我覺得算是 DNA 交流，這個我也很這個是認同，是好的，對不對？不然台灣我們鎖國鎖久了，幹沒有黑人 DNA， 你打球都不行，好不好？現在都是要靠黑人來支援吶。對啦，都需要啦，每一个國民都需要改造。所以我现在幹，你最好下這種瞎雞巴講的基因改造。結果我小戴一路推薦到現在，忘了給直播點讚了。剛有那個 David Jackson 說啊，這2天台北有成人展，老實說那些票錢加1對1服務的錢，拿去越南玩就可以玩得超開心。那一種很貴嗎？很貴，不便宜，不便宜。那我真的不理解，因為去越南，你如果坐經濟艙來回，那2萬出頭塊，2萬塊左右吧，差不多這啦。我不知道。消費也便宜啊，也不算貴啊。我沒有去越南。然後剛還有 Cecilia 說，那越南都是給男生去，女生可以去嗎？女生我推薦你去巴厘島。女生我推薦你說女孩子去越南絕對要去大樂。樂就口字旁邊有個利大樂，Laksa 的那個樂，對不對？樂沙的那個樂。你女孩子去，你會非常喜歡那裡的歐洲建築群，就像走進一個歐洲街一樣。然後風景又好，而且它在1000公尺左右的海拔，又不熱，女孩子一定，而且到處都有你們的甜點店、糕餅店，什麼一大堆那種，就像走在歐洲街一樣嘛，就很大，而且舒服。又很多外國女孩子都會在那，男生也都有，男生也有，但他們想要去把男人呢、啊？男生有啊，也有可以去把可以去把，只是那裡的有個問題比較大，就那裡對開車來講，我這種急性子我會受不了。那麼限速50公里還60公里，忘了。那人家是給你在後座摳摳摸摸，他真的在那種山路也是50公里在開，也不超車。他死不超車，那司機死不超車，人家生活就是這麼。而且那裡的人，男生我有點沒辦法接受他們的生活模式，就是慵懶。他愛理不理。台灣現在很多年輕人也差不多就是躺平。我前陣朋友在那裡蓋工廠，我又去嘛，我看他知道我在看他，他也一樣繼續在那裡喝個咖啡，抽個煙，繼續刷2下油漆，噴一下。他就要可以搞一整天啊！你不能罵他他罵他就走了，他走，他不做，老子不幹，我被老婆養很多是那樣，所以讓我有一點不太適應不太開心，對不對？不太適應了，不太開心。你適應個屁嘞！又不是他來養你，看着就很怪嘛！你到底在幹嘛？看着北宋，你能快點做完回家休息嗎？沒有，他不要，他們真的不要。對，所以好，越南母系社會很多男生是躺平，沒錯啦。那這個，等等，我們講這個，今天講農產品，怎麼講到變 DNA 交流了？那讓我們不是在講芒果嗎？什麼越搞有的也講，芒果講完，有也講完，釋迦也講完，還有什麼沒有講？還有狗食，請問這個嘉興哥我都叫80後的林嘉欣叫嘉興哥。嘉興哥呢？揚聲說支付寶抖了。那等等，為什麼我國的大統領、最高領導者竟然跑去寵物展吃狗食？這個事情真是讓人覺得很疑惑。我覺得清的黑啊，咱賴上真的，他的幕僚團隊跟他的這些助理真的大有問題了。因為第一點，光從1年多前。
去到關島看恐龍，戴那蝦帽，穿那什麼襯衫，蝦帽，什麼蝦帽、蝦安全帽，真的有夠蝦。我不知道，我沒注意耶。媽的，從那種行程的安排到這種食品展，那麼台北食品展是很大、很規模大，很多農業兄弟都去那裡參展，包括雲漳牧場也去參展。應該你可以鼓勵一些台灣比較式微或努力的業者，你應該前一天就去安排行程動向，甚至要吃哪一間，要在哪裡接受訪問，要先走過，都有安排。我這樣講，來各位，這個總統呢，一般來講是不會去大展場的第一天，他會去廠商日。对，因為那個有所謂的叫什麼 business day。Business Day 就是外面一般人不會去，是廠商跟廠商去，所以通常在一大早的時候呢，隨扈跟那個幕僚會走一趟動線，然後跟他們溝通好，譬如說，這位你好，等一下總統可能會在這邊停下來，麻煩你不要把狗食餵給總統吃，就那麼簡單。其實你自己吃可以，請你不要拿給他吃，幹這樣子我們很難處理。其實規勸過大家，基本上都沒事。聽話。其實這種食品展，我想總統出門一定會有農業部相關人員也知道吧，陪同吧。你應該丟給他一些清單，是我們農業部重點培養的業者，或者是青農，或者是百大農民或者10大農民那一種，有人可以吃的東西嘛？幹等等，而且我跟你講，你如果真心跟他好，你就幫他帶貨啊，然後人家以後就把賴清德的臉就印在上面，賴清德平常就吃這個東西，而且告訴你很好吃。然後結果露露說我還沒注意到，他說陳俊記也被聖上餵了一根雞肉棒。陳俊記我真看這到底真的假的？而且我知道狗食跟貓食都是人類或許可以互相共食的東西，但你需要做到這樣嗎？就為了愛狗，跟林嘉欣這虐狗的不一樣，所以我要吃狗吃的東西，就很怪，很尷尬。林嘉欣也是一個推己及人的男人，他喝海尼根，武雄也喝海尼根，你看是不是同等心對待好嗎？對啊，他吃雞腿，我才真的愛。武雄也吃雞腿，對啊。你們這些人搞那些雞巴事搞半天，那你吃不吃武雄吃的台啤或是海尼根呢？武雄如果拿海尼根餵你，你會吃嗎？不是，有個問題就是說，因為台北人看天下，你覺得狗你們關在家裡應該吃什麼喝什麼啊？應該喝純水或什麼水？但你要記得，我們在鄉下養狗叫做工作犬。其實我們狗的定義是工作犬，不是陪伴。不是寵物犬，我們不是寵物，我們是工作犬。它最大的功能就守護好我們的家裡，保護好家裡。所以我們的狗天生比較像粗放一樣，比較野放，當然可以吃的東西更多。他媽，他還吃蟑螂跟屎嘞！看你今天真要講到狗，它愛吃什麼就吃什麼，好不好？貓還會抓壁虎吃。對啊，而且我跟你講，那個我最近看抖音啊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像我一樣常看抖音？我現在基本上它趨勢我都抓得準。我最近最常看抖音是有那種自駕博主，就是他是自駕，然後他本身是做旅行社的，她跟她老公呢開車開到呼倫貝爾大草原，她原來她養了一隻超大，幹是鬆獅犬還是什麼，就長得很像陳輝文的那個狗，鬆獅犬嘛，大概那種鬆獅犬。結果那鬆獅犬呢，在那邊跑來跑去，把牧民的小羊給咬了。嘎吱咬了一口，沒咬死。可能牧民就說：“啊，幹你要賠，你這樣子要賠。那賠，他們說媽，我又沒有把它咬死，為什麼我要賠？”他說：“沒關係，你400人民幣呢，我就把羊送給你。”結果他們的這個整個抖音忽然爆紅，因為他們後來變成要牽着一隻狗跟一隻羊去自駕，在呼倫貝爾大草原上，是阿斯加，對不對？好，就這麼麻煩，帶隻羊幹嘛？就還他就好了。所以就變2隻，一隻羊一隻狗，然後就很好笑啊！我每次都會看他那個，我想說，看今天又有什麼北爛的狀況？就一隻羊，然後一隻狗在那邊到處跑來跑去。羊呢，很聽話，
他會自己鑽到航空箱裡面哦，就他那個是開特斯拉，有沒有？他會自己鑽那個航空箱，然後中間休息站一停，他就下來尿尿，然後他養成這樣，就養，而且是就最近才養，然後這個尿完之後，他就去吃那個綠化帶上面的草，他就跑去像我們的安全島一樣在那邊吃草，然後那個狗子呢就在那邊到處跑來跑去，然後他們就跑到呼倫貝爾大草原，真的給它吃草，但那個羊，它羊的大小便真的都養會了，就是停車休息站的時候，它再下來。在那邊滿地拉，然後在那邊吃草，在那邊尿尿，很習慣了吧？那個不錯，那個很好看，你各位可以去看。然後他们羊是真的蠻乖的，我也覺得很妙，因為一般來講我沒有養過。羊膽小不大，不，但你要教會它。但好，我還是收回來這樣講啊。我個人覺得隨扈跟幕僚讓總統吃狗有這種狀況，很尷尬，就已經失職了啦。很令人難以想象，好不好？沒有人會覺得一個總統去吃狗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不是，因為你很明顯看出來，旁邊的幕僚群發言人都是傻眼，因為你這種行程叫發言人都不知道有這種行程，不知道要回應什麼的時候，傻眼的時候，其實對總統的行程，我們充滿太多不確定性，這其實是完全不及格的行政幕僚跟包括隨扈都一樣，你沒有排好，然後出現這種突然狀況，你認為合格嗎？不是我這樣講啦，我這樣講，這個基本上總統被這種人堵到，他現場說幹你娘嘞，媽吃什麼狗食，雞巴你給我自己吃，但那老闆還自己吃了。那我的意思是說，幕僚跟隨扈要讓總統不要陷入這種狀況。不會有那種境地，不用那種情境，讓他有這機會，因為你只要帶過右邊就沒事了。你有對面有牛，你就譬如說那個誰，那個郭傳慧，不是叫郭什麼慧，就那個發言人不管嘛，郭什麼，他就說啊，那總統走，這邊是哪個業者，就帶過去就好了，你切過去擋在業者的肌肉條跟總統的嘴之間，不是因為。照道理說，這種行程去哪一攤我們要接受採訪，然後應該都有前置讓賴場知道，但完全沒有，是隨意他走。你認為這安全隨扈上合格嗎？因為有些攤位可以停，有些攤位不可以停啊，就不需要，而且你不了解啊。不是啦，郭雅慧對不对？好，我這樣講，這一攤也賣狗食哦，他媽下一攤要賣豬食，你怎麼辦？要是賣貓砂呢？那你也要吃吃看嗎？要賣的是豬屎，哇，這很傻眼。但要賣的是那個貓尿店呢？你也要尿看嗎？食品展裡面太多廠商，你提早寵物展哦，寵物展裡面太多廠商，你可以去了解，說賣什麼寵物的、什麼科技的、什麼產品的都可以。你為什麼偏偏要去吃？不是，他有賣無臭貓砂，好不好？礦物砂，難道賴總統要自己尿一尿，說真的都吸乾淨的，沒有臭味哦？而且我跟你講。當年我們已經笑了很多年的是那個陳其邁，就是他現場做，因為有狗食是做熱的，有一些那個寵物咖啡店啊是炒出來可以讓狗吃的，所以那狗你家狗可以上桌，你跟那個貓或狗就是它吃它，你吃你的。像我家最近那個喬巴，每次我們吃飯，它就跳到桌上去。吃鮪魚的時候想吃，而且最近被拍到，等等，我看一下，我們最近想要帶貨的是一個信功的產品。好，這個什麼什麼飛說支持朱大新哥，那他有抖內了，我看一下這個，這個要給大家看，豬屎，對啊，你看，如果豬吃了怎麼辦？我們家的喬巴他會自己開罐子，想開呢，就所以來，我給大家看一下。喬巴被捕，在那邊甩我們的那個信功豬肉條，他想吃啊，因為那個豬肉條是好吃的東西但我還沒有帶貨，就是它是一根一根，然後會越吃越刷嘴，他就在那邊搖，想說啊掉我嘴裡，幹這個真的好啦，貝爾烏薩斯說小知識，豬食的營養還是很適合人類的，但總統不能吃這個啊。不能這樣啊！
人吃完了覺收水廚餘，但它會變廚餘，你總不能人去吃廚餘，除非很窮。你懂嗎？你懂那概念嗎？而且我這樣講，當年我名校很多年是陳其邁，就是炒了那個熟的熱的那個狗食肉，餵那個台聯還是基進的一個議員，就直接吃下去。我知道，我有看到那個新聞。而且總統說那是雞架雞肉，其實那都是什麼做雞精丸的，就蛋雞沒產品價值的做雞精丸剩取的雞殼或雞架，再製的產品。所以本身那一種東西不差啦，可是不能太鹹，它沒問題，只是說它也沒什麼營養價值的，它營養價值大部分是靠添加的。對，就是加各種各樣的東西，加各種奇怪怪的東西啦。但那個誰，小戴說，你以為你們家校長很樂意聽取助手的意見嗎？他可能根本不聽啊。对了，好，我看看。哇，2026展昭台北寵物用品展，同一天在南港展覽館有台北烈酒暨白酒展 ，TRE 台北國際紅人展。賴總統其實想去喝酒或是看女優，所以才想自己走。不是這樣子的，那個場地不一樣，你不能隨便這樣穿過去啊。那不一樣，那不講啦，不用再講。你講的我嘛沒信心。我們也不能轉述，不能轉述，這個是我們這個大家很尊重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可不可以問一下，以今年這種劇烈天氣來講啊，有哪一些農產品會有危險？今年這種反正真的很難講。我跟你講，最近我在看的是。如果今年真的到年底跟去年都一樣是這種強降雨的狀態下，那未來台灣更大會衝刺的是進口的農產品，因為台灣就這種地狹人稠，然後我們的市場跟我們農作物就是那麼的淺碟，而且不是爆種就是減種，不然就因為受損出現缺口。那你只要被進口的用習慣了、侵略習慣了，很多業者也會跟着改變食用這種進口蔬菜。未來農民會更慘，消費者使用的東西也不一定更新鮮。那下禮拜那個颱風看起來很大，所以葉菜類大概又要漲了，對吧？葉菜類短期不會降下來，因為上一波就已經受損得很嚴重。因為大雨，對，很嚴重。中南部大雨可能我不知道，台北下很大，現在搞不好外面也在下。我們在這邊其實不知道。前陣子在雲林非常嚴重，幾乎看不到路，我開車看不到路。那你怎麼還喝那麼多，喝到掛？我司機沒喝酒啊。所以那你看個什麼路嘞？媽，你明明就躺在後座啊！我開的時候我沒喝啊。我開的時候下雨沒喝啊。樓頭 Big 說看到展場消息等等，嘉興哥就跑去看酒展。我跟你講，你搞錯了，我沒讓我他不挑酒的啦，重點就是妹子餵了他都喝啦。對，就是這樣。沒有重點是誰給他喝，不是喝什麼酒啊 ？David Jackson 說，狗飼料與貓飼料中的雞肉不太可能是台灣雞肉，不排除是傳說中美國雞啊。我最近得到一個新消息 ，Costco 不是有賣那個大雞腿嘛？對，跟烤雞，對不对？對，網友都會說，那這個如果到了時間賣不出去，這些雞肉怎麼辦？拿去做雞肉沙拉呀，笨蛋！國外網站報道說，它可以做雞肉沙拉，可以做雞肉卷。都可能，這種再制都可能啊。對啊，那個不難啊，又不是拿去做狗食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，這個謝謝 Lisa Lee 的抖內，謝謝 James Chen 的抖內。那我們下一次等林嘉欣記得不會忘記的時候呢，再來請他來上直播，因為他3天2頭忘記，導致我的腳本內容一直改來改去，我剛找不到我的封面，你知道，所以我剛還貼了一個毒品戰爭的封面。我想說，為什麼這樣子？戰爭，對啊，酒促小姐姐表示開心。林董在耳機說：“這個我有第一手的故事可以告訴大家。林董呢，在雲林當地呢，我曾經去他的地方住，然後到了雲林當地的一個小 pub。”一個小 pub 呢，裡面有一個年輕的小妹妹酒促。她白天是什麼工作？白天好像在貿易公司上班還是什麼？類似。她白天還有正職工作。林嘉欣跟她買酒買到什麼？整個海尼根的所有的東西她都有，有那種露營拖車啦，有大傘啦，有打火機，有那個
打開來的那個，你們想得到我都有，所有都有。過去5年之內，海尼根出的整套收藏品，林嘉欣都因為叫的海尼根實在太多，這個九柱妹妹全部都有整套，有雨傘，有椅子，沙灘椅、沙灘傘。你想不到，連那個沙灘的拖車他媽都有，這真是頂啊！我可以，我們5個人出門，我後車廂打開，沙灘你可以拿5、6張出來，還可以有沙就可以出來。幹海尼根應該給你一個獎狀，叫惠我良多。幹我第一次遇到有一個人，默默的在雲林就喝到整套收藏品都完整。前陣子他還有送那個好像電動的機車，折疊式，我還給你，我忘了嗎？不然我要打給他，叫他搞給我。我記得是那個。幹你真的是很，我要叫他搞一個。沒有，那個網友問說，沙灘褲也有嗎？沒有，林嘉欣在沙灘不穿褲子，沒有沙灘褲，所以沒有沙灘褲。他沒有做沙灘褲啊，有衣服，有背包，有什麼都有，什麼都有，什么想得到都有了。還有帽子啊，虽然海尼根的帽子戴頭上有一點奇妙，就是我有，但我不一定要用。对，水杯最多啦，收藏就是啊，這個 AOC Agulus 說越南高麗菜真的有價差，台風來全年就上架，廢話。價差非常大。對，台灣現在的1公斤大概主3地的中等的價格，1公斤大概在30塊左右。那越南的到台灣來1公斤了不起，不用20塊。這個真沒辦法，所以各位做好準備哦。我強烈建議，第一個，下禮拜你最好這幾天就開始大王說台灣高麗菜一件在台南600塊，然後對岸網友也要小心哦，因為以聖嬰現象的話，對岸的風雨跟那個台風的狀況可能也是不是這個台風如果接近，一定超級強台。如果是對岸沿海，我覺得你們真的也要小心一下，要小心，因為大陸那邊好像對台風比較沒太大。不是，因為他那好像台灣嘛，風雨飄搖，一吹嘛，屋子都吹走了。對。我記得去年還前年有一段時間，那個台風太進去，結果媽很多人看自己，你能想象那個大廳，因為他做那個落地門、落地窗，那整個窗媽被吹爆但因為他沒有想過要承擔這麼大的風嘛。他沒有想過。我們台灣已經習慣，我們對台風而言。我有一次跟大陸朋友聊天的時候，他們對台風沒什麼太大概念，他們不知道有多恐怖。各位，下禮拜我強烈建議你這2天趕快下定這個罐頭啦，至少你下禮拜可以有一段時間不要出門，在家就吃。然後你覺得沒有東西配呢，我們有關廟麵。那如果你想要早上自己喝個鳳梨水，除非停電了，否則你還有冰塊可以喝鳳梨水。本台呢還只剩2包，現在應該賣完了，就那個烤玉米。都是拿來當零食。你總之下個禮拜你要有心理準備，有好幾天可能不能出門，就這樣子啦。David Jackson 說明天我準備買2個禮拜的菜了，估計1000元，所以可以囤積一些乾貨啦。不要因為菜你要放2個禮拜真的很難的，老實講。就是你除非高麗菜根莖類的才高麗菜。對，那我建議你們買好，家裡都有所謂的報紙，包起來，再用塑膠袋再加一層。所以你可以買我們的和敬關廟麵，還有我們剛剛的罐頭。你下禮拜2之前下單，我盡量讓你在台風來之前出貨，就這樣，好吧？有沒有價不要想那麼遠，好吧？那希望大家今天就先這樣，一切順利，到這邊告一段落。希望大家可以開開心心的度假，好不好？那我們就祝大家，希望該囤貨的囤貨，然後該吃飯的吃飯。好不好？就這樣子啦，謝謝大家，拜拜。等一下，讓我把這個關掉。來，5、4、3、2、1。